在台中的大甲，有一位日本老师被尊称为大甲圣人。在施行同化政策的年代，学生参加文化协会的运动，要被学校开除或是重惩。身为日本人的他，竟然选择与学生站在一起，最终用震撼人心的史件为学生请命。今天我要使用这一本《台湾大甲的圣人志贺泽太郎与他的时代》这一本日文书，深入铁证山公墓，寻找他与玄生本的墓园，以及隐藏在大甲公学校的历史记忆。好了，各位。我的前面就是铁证山公墓，我又来到铁证山公墓了。这一次我要来铁证山公墓寻找的人物是一位日本人哦，他很特别哦，他被大甲人称为大甲的圣人。然后我们这一次要找的墓呢，就在那里。这一片历史相当悠久的铁证山公墓当中，有2位人物的墓园，从古至今都是由地方政府协助扫墓祭拜。其中的一位是我之前造访过的真节妈之墓。那我今天要来寻找的是另外一位志贺泽太郎的墓园。好了，各位，我来到今天的第一站哦，就在我的身后。这边是市定古迹哦，也就是大甲的孔庙大甲文昌祠。大甲文昌祠是早期地方重要的教育场地。清光绪14年的时候，由省政府出资，地方人士赞助土地建造完成，至今已经超过137年的历史了。在日本时代，这里也被用为大甲公学校的教室，还有老师的宿舍。今天我们要找的主角也曾经在这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担任教师。现在这里还能找到他当时的住处哦。哦，我看到了，前面的牌子就写志贺泽太郎纪念室。直接去那边看看。好了，我现在在这个志贺泽太郎纪念室哦，它是在文昌祠的幼儿房，这是当时志贺泽太郎在大甲的时候居住的地方。当时大甲公学校才刚成立哦，家长让小孩来上学意愿其实不高啊，所以他在开学前总是会和第一任校长金子正己在学区内到处拜访有学龄儿童的家庭啊，想办法说服家长让小孩来学校上课。他同时也借由这个机会打好邻里关系，常常会帮助居民解决与日本官员的纠纷。难怪当时他的学生会说他长得很凶，所以书上面写说他面恶心善。其实看起来也还好。在这座清朝时期建造的孔庙里面，可以找到日本的富士山哦。最后再来跟各位讲吧。另外一条时间线，在大量杂草里面找路的我们，有了新的决定。我有在网络上看到另外一条路线，我决定我们就从铁证山的上面切下来看看。要下去志贺的墓，不是这一个，这一个是要去碉堡，是碉堡的在前面这边有一个。志贺泽太郎小时候在日本接受的是汉学的教育，这大概也是他来台湾教书会反对同化政策的原因之一。当时的总督府已经开始为皇民化的政策铺路，逐渐取消汉学教育，他却仍然坚持学校应该要有相关的课程。当时的第一任校长是支持他的哦。好了，各位，我现在在大甲国小的门口，我要来里面找一个曾经被埋在校舍的地基底下至少40年的一个纪念碑。这个就是大甲公学校金子正己纪念碑，是当时大甲民众合资立碑，用来纪念第一任校长。他就是和今天的主角志贺老师相当友好的一位校长，同样是一生都在台湾活跃的教育工作者。不过，在过去执行去日本化的政策背景下，这个石碑就被拆除，并且深埋在大甲国小的地基底下。直到大概5年前的校舍改建工程才被发现，目前已经被列为市定古物。这里有一张日治时期揭幕式的照片，可以看到它本来是立在一个高台上面。如果当时操场的位置没有变的话，应该就是在前面。当时纪念碑被埋在地底下的时候，外面还被包裹了一层的水泥，所以现在会看到字都已经快要不见了。志贺泽太郎来到大甲担任老师，他会自掏腰包的帮学生购买文具，甚至还会帮贫穷的学生负担学费。但这些都不是真正成为圣人的原因。1921年，林献堂与蒋渭水发起台湾文化协会，
开始出现文化启蒙运动。志贺老师一直以来主张不应该消除台湾的既有文化，而且他也在他的教育现场实践理念。但是这一切都与总督府的同化政策背道而驰，让他与第二任的校长冈村正己出现了严重的矛盾。最终在1924年发生了一起震撼全大甲的事件。好了，各位，我现在人在大甲自来水厂的门口，这边是大甲自来水营业所。这边其实跟志贺泽太郎的一个关键的事件有关哦。从自来水厂的门口望过去，对面这边有建筑物，这个地方其实本来是一个游泳池哦。这一块地其实已经荒废很久了，游泳池大概是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废弃了。不过我今天是要来这边找看看有没有相关的遗迹。1924年的年底，一群学生参加文协的活动，被校长处以退学的处分。志贺老师出面替学生求情，但也因此与校长多年的矛盾爆发。他被开除教职，成为学校的工友。12月21号，不知情的学生们为他举办服务25周年纪念会，志贺盛装出席，并且与当场的300多名学生和家长一一的握手感谢。当时的人们以为他只是太激动而落泪。7天后的清晨，志贺老师穿着正装，来到大甲的水源地游泳池旁边，身上绑着一颗巨石，就下水游泳。学生们早上来到游泳池，发现志贺老师，这时候才知道纪念会原来是诀别。他来到大甲25年的教育生涯，主张民族平等、互相尊重。最终，他的遗言也写道：“我热爱台湾这块土地，希望以台湾风俗的方式土葬在大甲。”同时，他把他的1000多本藏书编成志贺文库，捐赠大甲，这也就是现在大甲图书馆的前身。12月30日，志贺老师的丧礼在大甲公学校的操场举行，上千人来到现场，送葬的队伍绵延超过1公里，几乎全大甲的人都出来了。好，各位，我终于抵达了这个地方，就是志贺的墓园。那这个地方其实不是只有单纯志贺老师他的墓哦，这其实是一个志贺墓园哦，周围有非常多的墓，都是他的学生哦。这边是铁砧山公墓最醒目的坟墓群。2战后，全台各地开始拆除日人的墓碑，但志贺的墓竟然被保留下来。当时的考试院院长孙科甚至还来这边立了一座纪念碑，因为当时的政府认为他是抗日的日本人。那在这个志贺的墓碑后面，你可以看到很特别，为什么他的墓碑有那么大的挡土墙？因为这里曾经发生山崩，志贺的墓园被土石给掩埋。后来他的学生们来清理，建造了后面的挡土墙。之后学生们也将自己的墓建在上方。那个年代有很多大甲出身的政商名人，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其中出力最大的就是后来在林献堂创立的台湾民众党中担任中央委员的吴怀水。他在志贺的告别式担任主祭，之后也主导墓园的建造过程。志贺泽太郎享年59岁，他来到台湾后就没再回日本家乡过。过世以后，他将遗产全部给了他的女佣。这一位女佣岛村秀也协助将他的遗产寄回熊本的老家。之后，他就在大甲寺庙里出家，成为尼姑。现在在熊本的桃尾墓园可以找到他的衣冠墓。另外，日本政府也在熊本的义成町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公园，里面有一座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题字的纪念碑。在门口的右手边的屋檐的墙壁这边，可以看到当时日治时期修复文昌祠的证据，就在这里，就是这一幅画。虽然当时总督府要实行皇民化政策，但他们却非常重视古迹的保存，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人力去调查，并且维护全台湾的史迹，所以我们现在才能看到那么多清朝或是更古老的各种遗迹。本次资料来自台湾大甲的圣人志贺泽太郎与他的时代日文书《大甲政治下册》，以及志贺泽太郎显章会网站。